劝人间客，是以众生与爱难求。但去尘埃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悟不可修。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伫立的悲心梦蝶梦秋水。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惹菩提潸然低眉。唐公子，你四处奔走定是劳累，我为你泡了杯香茶，你可以先坐下歇息片刻。不必了，任务在身，就不劳侧妃了。侧妃赐茶，不接只怕不敬。你表现得随和些，接下来才好套话。别闹了。唐公子不必着急，你且安心饮茶。我自会将宫中的情形一一告知。多谢侧妃。哦，对了，侧妃，你宫中的修炼用物都是何人所用啊？殿下酷爱修行之术，在巡游中与我结识，便将我强行纳为了侧妃。此后他便常让我做一些修炼用物，灵文符咒与他使用。方才公子所见的净身符便是其中之一。不过，至于殿下为何要此物，又用作何处，那我便不知了。这个裴洛，表面上对将臣一往情深，背后却强抢民女。看来我们猜的没错，他就是狡言违行。这背后一定另有阴谋。那他所用的净身符，可否与我一看？同为术士，自该相助。9位，此物需每日更换，这张符纸便是刚换下来的。如若9位身中，定是每日悬挂于9阁之中。多谢侧妃解惑，我先行告退。无妨。帝君，元旦，我们来日方长。殿下，不知殿下身上一直所佩的饰物是为何物？哦，这个是之前宫中来的捉妖天师，担心宫中妖邪未退，便给了我这千年桃木，驱邪镇妖，用以御身。千年桃木实为辟邪神器，可是桃木性烈难调，若碰到相冲之物，必然适得其反。不如我帮殿下瞧瞧。这个天师就不用操心了，我以佐以玳瑁、麒麟角、幻土融入其中，助其电照风行，物尽其用。这几味用料颇为讲究，若不是修炼之人，极难知晓。他怎会对术法之事如此了解？难道在私练功法？殿下，
有一名天师今日进了侧妃宫里。我还有些政务要处理，天师先自饮吧。殿下请便。其他烛台上皆沾有蜡油，为何这只如此干净？除非它不是用来点灯的。此处灵力聚集，定是裴洛修炼之所。可惜镇妖符在此，唯有唐周能破，便宜这小子了。这酒不仅有草木粮食气味，还隐隐透出一股血腥之气。我进阁前才发的信号，你来的倒挺快。我是担心你的法力平平，拖累我和颜淡。你们快来看，是之前失踪的那些女子。这些女子是被割喉放血而死，看来并非是妖邪所致，而是人祸。难怪那小子跑得那么快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在他身上设了追踪符。哦，那还不快追！哦。这边，追踪符已破，他发现了。来人啊！有刺客！
刺客，刺客往那边跑了，快追！殿下不必担心，追踪辐射有磷粉，灯火一熄，磷粉亮起，暴露无遗。在思练功法，你诈我！你虽为人，为祸之身却远胜妖魔，居然还以桃木符傍身，真是讽刺。堂堂万妖之王，还不是需要一个肉体凡胎相助？等着吧。别聊了，快点吧。哇，谢了。积血文，以血献祭，皆为邪术。残杀子民，以满私欲，怎配为一方王侯？若有我，天下作甚念，有何要紧？若无我，又何来天下？你为了一己私念，屠戮生灵，陷害挚爱，居然还想把罪名赖在我们的妖的头上！你们身为天师，却携带妖物，道貌岸然，也敢智慧本王！哎，你可是整件事情的始作俑者，可别说把他打回真身这件事，与你无关啊！我与此花有何干系？多说无益，今日我身上这纹路，怕是要多加几道了。我的长生丹就要炼成了，你们拦不了我！唐昭，你的不离锁对花有用吗？法术记下，你是花是人，我皆能将你召回。你要干嘛？我有办法了。
让你自作主张了，就该把你关在玉葫芦里。只要能为将臣报仇，这点花瓣不算什么。丹药以血淬炼，聚阴生煞，扶植五脏俱焚。你将不知血河、乌鸦异象、杀人炼丹的种种罪行嫁祸在将臣身上，你还口口声声地说爱他，你懂什么是爱吗？是他先负的我。王妃久久无出，殿下先前又身怀恶疾，各方常有异动，我等实为忧虑啊。还望殿下早日封妃纳新，子嗣绵延，方可稳定民心啊。本王曾与王妃约誓，终生厮守，唯有彼此，断不可能再纳新人。更何况，本王的旧疾早已康复，不用再劝了。殿下，殿下，莫不是旧疾犯了？快传大夫！是，殿下。裴洛，大夫已言明，你只是一时心急，胸口淤痰，往日旧疾早已痊愈，你大可不必焦心。除去疾恶，与常人无异。我乃至尊人杰，定是要长命百岁，与天同寿。你为何还执念于长生？我曾久病缠身，差点同你天人永隔，我怎能不后怕？若我无法长生，民心生疑，这王都迟早有一天都要拱手让人。我顶着谋士的压力，始终不肯纳妾，是因为你我有约定，只有彼此。你若不助我长生，又如何实现厮守终生的诺言？将臣，再给我一颗神丹吧。当年你命短受邀，只求多活几日，我祝你如常人般康健，你可以平安到老了。为何还不知足？你是妖，你可以活千秋万载，可我纵然病愈，也不过寿命数10年。助我长生对你而言轻而易举，为何你这般自私，就是不肯助我？无中生有之事，你叫我如何帮你？裴洛，你为何变得如此贪婪？你还记得我们当初的模样和心愿吗？我当然记得。可你知不知道，我为了信守诺言，承受了多少重压？对于纳妃之剑，我一概不理。你有为我考虑过吗？将臣，不是我变了，是你变了。纳侧妃绵延子嗣，能安抚你的政局，那你便纳吧。娘子，你我两情相悦，定当永结同心。夫君岂敢一片痴心，定当永不负心。娘子，今夕如昨，却物是人非。
这就是那位善修术法的圣德侧妃。这帮戏子的唱功极差，远不如你。不如王妃登台表演一段，给我们助助兴。我无法相助殿下，不配做这个王妃。将臣自请封宫，从此不出宫门半步。王妃宁愿与殿下永不相见，也不愿意助殿下一臂之力吗？将臣，是你先违背了我们之间的誓言，日后莫要后悔。即便我困死宫中，也不后悔。原来王权野心是永远也无法得到满足的。他为了你的王位，不惜暴露自己的腰身，顶罪自强，甚至损耗自己的腰力，为你拦住了杀人炼丹的煞气。他做了这一切，怎么可能负你呢？他既然说爱我，却不肯助我长生，让我与他长长久久的在一起，那便是不够爱了。若不是他有心隐瞒，我又何苦练此功法，又何苦推他出来顶罪？明明是你执念太深，他并没有瞒你。这世上本无什么长生不老之法，你能活到现在，也不是因为杀人炼丹，而是因为将臣帮你寻了一样宝物，才可以让你延续性命。而你却不知天高地厚，不懂感恩，只知贪婪。此法物于你于他，是祸非福。昔日之言，今日终于应验。你什么意思？将臣为了你，向我多借了20年的光阴。这20年，他只求你快乐，而现如今，心愿已破，借主已丧。是时候，该收回我的东西了。这便是你的义眼吗？此物并非普通妖猿，他究竟是何人？你双手已沾满鲜血，天意不容。将臣一定有办法。神丹，箱子里肯定有神丹，箱子里肯定有神丹，你们一定有办法打开它。锁心藤乃是花精族妖法，由执念所化，唯有化解心结才能打开。将臣既是因你生愿，能打开此匣的，便只有你。原来将臣想要的是心上人的一滴泪。将臣，裴洛，
封妃乃王公重视，你我早已登载史册，流传万世，为何还要学百姓做法，共写婚书啊？我不在乎流传万世，只喜好这婚书，名字共写，好证我们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我可得把它好好藏好，万一哪一天你说话不作数呢？我一心解你病痛，圆你心愿，没曾想，却又给了你新的禁锢。自始至终，将臣心中只希望你平安喜乐。有朝一日，再与君共撑纸伞，相濡以沫。满目山河空念远，不如怜取眼前人。唯愿君心似我心，不慕江山只慕人。江辰，这花里还有将臣的最后一口真气，快让裴洛再看他一眼。江辰，江辰，我来晚了，我错了，我不求长生了。江辰，江辰，你的心愿已了，你安息吧。放心，我会记住我们的约定，我会替你好好看这个世界，历尽人世间的五毒六妄、七情八苦，写出刻骨铭心的戏本，感动三界四海。颜淡，你是否觉得我此般取回一眼，过于残忍？若是裴洛相信将臣，不该到这一步。相爱之人本应坦诚相待，
不留嫌隙。倘若有一天，你发现我骗了你些什么，你会怎么做？山主大人也有对不起我的时候吗？那自然是要让你做牛做马，好好补偿一下了。方才我探了一下裴洛，以他的修为，不可能施展困住严丹的法阵。以他看四叶邯郸的神色，却像毫不知情。如此看来，伤严丹之人，与此案并无关联。安东王一事，王都必定会大乱，我们得先离开这里。等一下，现如今我已经拿回一眼，我可以催用我的灵力，来化回严丹的人身。之前不都已经说过了吗？现在把它画出来的话，太过于冒险。况且我们来的时候是2个人，现在多出了1个，你觉得别人不会怀疑吗？一切等出去了之后再说。等等，方才在密室中，我察觉有一事奇怪，明明风力已停，我的花瓣却仍然飘去了丹罗炉顶。此路不凡，或许是其中藏有什么厉害的法器。神气里沉，出现时会有万物席卷，烽烟立止之异象。说不定丹炉中藏的就是李晨，我们速速回去一探。侧妃，你们2个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行此恶举！说，为何要害人？天师饶命！我们在侧妃宫中偷到幼物，被他撞破，这才一时动了歪念。圣德谢过公子。公子救圣德性命，圣德无以为报。我愿将我师门法宝李晨赠与公子，以报救命之恩。侧妃，我也正在寻找此物，那就有劳侧妃了。安都王不仅强行纳我为妃，还因发现了我贺心门的至宝李晨，欲占为己有，屠我满门。此法器灵力不凡，依法施出，清风席卷，气无力止，万尘可散。这宝物从未有过认主之相。我为修炼之人，知晓所有法器皆有灵性。既然宝物认主，那必定是与公子有缘。公子便请收下吧。多亏有我，才未错失神器。等出宫了，你可得准备8针玉石、传奇画本，好好感谢下我。听说唐师弟清正洒脱，不染物欲，如此看来也是假的吧？看来于师兄也并不了解我。我这个人吧，
既贪婪又小气。别说是宝物了，哪怕是一朵花，我都会占为己有，更不可能会让给旁人。哼！此物需通晓玉器法诀，方能使出神力，不然便一如普通浮尘。安都王昔日略得匆忙，法诀应该还在我师门之中。不知诸位可否愿意多费些脚程？看来侧妃的意思是，只有我们送你回师门，才肯将玉器的法诀交予我们。安都王已死，也没有人再限制我的自由。我想重回师门，为师父守灵，只是师门路遥，去途艰险，我孤身一人，不免畏惧。此物与我有救命之用，多谢侧妃相赠，我定会护送侧妃回师门。盛德去忙了，有些事情我要通知你。王公案已结，我要带严旦回家去。他秉性未清，还需继续教化。他是我野兰山的妖，该如何行动，需要你的指点吗？不理所为正，他现在是我的妖。你现在就把这法术解了，不然我就杀了你。阁下的意思是，让我连你一起抓了？那就试试吧。哎，又开始了，这两个人我一个都不敢得罪。真是大王打架，小妖遭殃啊！你要带他走，可曾问过他的心思？好啊，现在我便让你亲耳听听，他是什么心意。不许动，出来说话。我终于变出来了！我真是在外折腾那么久，我看看我没事吧？我这破竹子怎么还在？啊？在就在吧，在就在。放心吧，莲青依旧是倾力出尘。我得试试我的妖力还在不在。妖力？你是何人？为何在此？我是……他是我所抓的小妖，之前呢一直藏于我的袖中。听取了王公诸事，一人知晓你的身份。不过他秉性善良，绝不伤人，不必担心。既有唐公子担保，盛德便没有什么顾虑了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严旦。之前多亏了你给我们线索，这才让我们把安都王的嘴脸给揭穿了。客气了，我还得多谢你们救我于水火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严旦，唐周已经答应盛德送他回师门了，而且盛德这一路端茶送水，体贴照顾，相处甚好。我们两个就不必再次打扰了，就此别过吧。盛德是客人，不必劳烦他。我向来有严旦伺候，所以他必须留下。唐周，你忘了你身上的使命吗？你可谓是肩负重任，而且人妖殊途，就算再舍不得，终究也是要别离的。我相信，你懂我在说什么。是去是留，不是你说了算，终究还是要过问他自己的意思。哎，这样吧，那我说两句吧。其实我呢，这些日子经历神府、凌霄派之行，还有王宫之事，我也明白了，与好友死别之痛，为好友报仇之快。可就算经历了这些，我对世间的人心、世事还有很多的疑惑，所以我想还是周游四方，早日完成与将臣的约定，写出一部名扬四海的细折子。
这么说，你不想回延兰山了？我当然想回，那是我的家。可是不是现在，咱们下山不是也为了日行一善吗？再说了，唐州已经答应盛德送他回师门了，2个人也不方便，不如我们一同游历，好好体会下人生，还能互相照顾。你觉得呢？刚才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会尊重他的心意。颜淡，答应你便是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最绵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。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，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已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潇洒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，迎上我下转月桥，山海无路万心中，欲别还休，几时都不够。青藤微秀，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熬红豆，去到人间尽修好时候。再开人厮守。